很久很久以前，在一个遥远的乡村小镇，有一位年轻人小叔，和妈妈经营着父亲留给他们的小书店。小叔喜欢看书，但对经营书店不拿手，因为他太喜欢沉浸于书中的世界。即使他是有智慧的，但因嫌少时间与人交流，加上内向的个性，让他更不会花心思去了解镇上居民对知识的需求，所以他的小书店总是人烟稀少。小叔有一位从小就很喜欢的邻居女孩小琪。小琪长得甜美，个性活泼外向，待人也亲切有礼。因为从小帮忙农务，认识的字不多，所以看书对他来说很吃力。不过他倒是很喜欢听小叔说书上的故事。每当农忙结束，他们都会约好在田边的树下相聚。小琪带上点心，小叔带上冒险故事书，他们吃着说着故事，就可以过完一整个午后时光。日子这样一天天的过，长辈们觉得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应该就和这个小镇中的每对夫妻一样，到了适婚年龄就该结婚了，为他们安排在2年后成年的那个春天结婚。这对于原本就很喜欢小琪的小叔来说，是一件开心的事。他每天都期盼着那天的到来。这一年是丰收年，小琪家的农作物也盛产。由于镇上人家购买数量有限，小琪的家人计划着到远一点的小镇贩售农作物，顺便换一点不一样的产品回家乡。喜欢听冒险故事的小琪，常常幻想有一天能到外面的世界看看，这真是一个满足好奇心的好机会。于是小琪请求父亲带他一起同行，便告别了家人，上路了。小琪与父亲到了目的地的市集后，因为和故乡气候的差异，小琪年幼时期的气喘病又发作了。人生地不熟，小琪的父亲也乱了手脚。还好在他们的摊位旁边有位当地的年轻农夫小奥，也正好在贩售自家的农产品。见到这个突发状况，二话不说，马上起身，热心地帮忙小琪找医生，并协助小琪与父亲打点吃住问题。1个礼拜后，小琪适应了环境，病也好了，他们再次回到市集贩售农产品。小奥还在这里，他几乎2天就会来市集一次。正巧遇到了，而因为上次小奥热心帮忙，他们现在像是好朋友般，彼此分享农作物栽种心得，还有农务时有趣的事。两人无话不说，偶尔小奥也会带着小琪去看看家乡里有趣好玩的地方。不知不觉，小琪爱上了这个热闹美丽的地方，也爱上了阳光灿烂的小奥。时间一晃，日子来到了小叔与小琪约定结婚的那天，是鸟语花香的好日子，但小琪却嫁给了小奥。这件事让小叔很受打击，他太过伤心，没有心思照顾他的书店、妈妈还有自己。也因为没有正常的饮食与作息，从此一病不起。不知又过了几个春天，有一位四处旅行的魔法师
路过小叔所在的小镇。原来魔法师年轻时和他的老师来过这里，认识小叔的父亲。他们曾在书店有过一起探索魔法书奥秘的经历。经过熟悉的书店，却见书店破旧没打理，让他感到好奇。于是向居民打听书店的事，得知此事后，决定去开导小叔，希望能让他重新振作起来。魔法师到了小叔的家里，经过小叔妈妈的带领，来到小叔的床前，从怀中拿出一面魔法镜，请小叔看。小叔缓缓接过镜子，发现看到的不是自己，而是一片茫茫的大海。镜子中有一名女子，身上只有单薄破烂的衣服，已无意识地躺在海滩上。一会儿，一个人路过，看了女子一眼，没有停留，只是摇摇头便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又路过一个人，看到这种景象，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，盖在女子身上，然后也走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远处来了一个人，看到了女子没有生命迹象后，转身返回。不一会儿，拿着一把小铲子过来，挖了一个坑，小心翼翼地把女子的尸体埋了。小叔正在疑惑的时候，镜子中的画面切换了。这时，小叔看到小琪与小奥正在举行婚礼。小奥掀开小琪的头纱，两人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。小叔看到这里，不明白地问了魔法师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魔法师接过镜子解释：“那海滩上的情景是你们在另一个时空的经历，那具女尸就是另一个时空的小琪，而第二个路过的人则是你。在那个时空中，你给他一件衣服，他在这个时空和你相伴相恋的那段日子，就是为了还你送衣服的情分。但他最终要报答的人，是当时把他埋葬的人，那个人就是小奥。”小叔听完魔法师的话后，豁然开朗，并渐渐好了。虽然他没有再提起小琪，但心中仍是感谢有小琪陪伴的童年。回忆中那些小琪憧憬冒险的神情与情绪，也潜移默化了他。他决定带着他从书上看到并记在脑海中的知识，离开小镇去旅行。或许在旅行中，他能运用他所拥有的知识，让自己在运用知识时得到智慧，并获得成就感。或许他可以去验证书中的内容，不再只是纸上谈兵。又或许他能在旅途中遇到对的人，那个下一段属于自己的姻缘。这个故事对你来说有什么启发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。收到的回响越多，我们将会录制一集故事制作时的趣事，并挑选有趣的留言和大家一起探讨哦，期待你的参与。另外，如果你也有值得省思的故事想与大家分享，一同成长，我们会斟酌内容，可能以些微改编的方式呈现。若不介意的话，欢迎来信诉说你的故事。那么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喽。